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上一期的视频我们为大家分享了木房子两边厢房的地面准备做水磨石。那在做水磨石之前，就需要给地面先打一个混凝土的垫层。左边的厢房昨天已经打好了垫层，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个盖檐的位置了。之前就给大家说过，我们整个盖檐是随着木房子的高低来做的。那到底从这个院把提高多少去做这个盖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师傅他们就在那边做工。这边盖檐的模板已经装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师傅装模板，一个师傅清理这些杂物，还有两个师傅转运这些沙子还有水泥。昨天下午我们又叫了老板送了3吨水泥过来，350一吨，价格和上次是一样的。做这个盖檐还有两边厢房的地面，我们用的是325标号的水泥。这边也是木屋的盖檐位置，也都装好了模板，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高度就是这样子了。离院把大概有20公分左右的高度。以前建木房子，我记得门槛的位置是很高的，现在我们就不留那么高了，大概有个40多公分左右吧。在石板之上弹了一个墨线，那就是我们盖檐的高度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石板的花纹还是很好看的。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盖檐的垫层给打好，所以要沿着整栋房子所有盖檐的位置全部装好模板，包括这边也都是一样的。今天木匠师傅休息，刚好我们可以把这个盖檐做了，要不然木匠师傅要踩来踩去，挺麻烦的。现在把这些杂物全部清理干净，然后就可以装模板了。这些模板也是之前我们装模院把的时候拆下来的模板。整个盖檐的宽度有1.5米左右。那边是两边厢房是窄一点，大概有70公分。大家别看这个盖檐没有多大，实际上所要用到的材料也是很多的。这一堆沙子估计还不够啊。现在沙子的价格也比较贵了，在我们这边是110一方，包括运费一起了。两个师傅，2辆斗车从那边转运沙子过来。前2天院子入口的这面砖墙，我们是专门拍了视频，给大家分享了整个砌砖的一个过程，也给大家说了这面围墙我们砌的过程当中所遇见的一些问题。砌好了之后，大家在视频里面也留言说这面围墙做得很好，和整个楼梯踏步还有院子很搭配。确实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整个围墙我们是分了好几级台阶吧，这底下最高的位置应该达到了2米多，接近3米左右。这边的立柱啊和地下车库的立柱是相同高度的。这些砖墙是空心的水泥砖砌好的，我们在最后也要做一个粉刷，这样子对于水泥砖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保护作用吧。从这边走上去就可以
到我们的院把了。随着楼梯的往上提高，整个墙面也是更高了。到了这个平台的位置，我们是砌了5块砖的高度，加上了一块三角形的水泥砖，差不多就是6块砖的高度，1.2米左右。上来之后就是我们整个大院把了。这块区域还是没有封砖的，因为这几天我们要做水磨石，还要给盖岩啊，还有厢房做硬化，所有的水泥还有沙子要从这边转运过来。刚刚和好的水泥砂浆，现在就开始要做硬化了。这边和院把是有一个20多公分的高低差。厢房的出檐位置，这个位置我们是做60公分的盖岩，还是比较宽的，和这边是一样的宽度，显得也比较协调。先做好前面的，后面的我们等最后打上围墙的时候再来做。这边也都是做水磨石，也是先打一个垫层吧。其实这个盖岩做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落地窗是更接近于地面了，对不对啊？现在建房子，窗户做大一些，采光更好一些，我觉得还是住在里面还是比较舒服一些吧。今天木匠师傅家里有事休息了，他们村子里面有酒席，要回去帮忙了。整个盖岩我们计划用1天的时间全部给它做好。先装好了模板，并且在里面我们是回填了一些砖块。这边混凝土的厚度大概有7公分左右，也是提前弹好了墨线。兄弟们，今天停电了，所以没有水，只能放邻居家的蓄水池里面的水，从上面放下来。和这个水泥砂浆是一个体力活，挺累的。整个盖岩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其实要说的还是盖岩到我们堂屋的这块位置，大概有个40多公分，接近50公分左右的高度。后期在大门口，我们要想个办法，做一个可以移动的台阶。在这边实际上都有一个怎么说呢？之前是准备做的，但是这块木头呢是有点腐烂。后期我们要再去找一块木头，把它改成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木块，然后打磨上漆，给它放在大门口的位置，进出更方便一些。当然这块木头腐烂了，不能再用了，重新去找一块新的。
这里面我们填了很多砖块。其实，在农村里面建一栋房子，工作量是真的挺大的，每天都在干活。小院子是越来越漂亮吧？我觉得，估计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把这两边的水磨石做好了之后，整个小院的一个初步轮廓就已经出来了。尤其是等第一层的墙板全部装好了之后，整体效果大家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加上两边的厢房，还有我们400平的院坝，前一段时间还没装修好，差不多就已经花费了40多万。
如果等木房子装修好，还有两边的厢房全部装修好，估计会在70-80左右吧。你们觉得能做得下来吗？可能这个时候又有很多人会说，花费这么大，去农村建一栋房子，还不如去城里面买一套商品房，可能更实在一些。因人而异吧，每个人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喜欢农村，尤其是到了这个年龄吧，更想回到农村来养老，觉得还是在农村里面生活更简单一些，压力更小一些。其实在城里面赚钱生活肯定条件各方面都要比农村好一些，但是还是离不开长大的地方吧。从小毕竟在这边出生长大的，只是后面工作去了城里面，现在城里面住了这么多年，又想回到农村了。哎呀，今天和大家也聊了这么多，也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是否有和我相同的想法，到了差不多40来岁的年纪，就想回到农村去养老，过那种相当于躺平的生活吧，不想去面对太多的一些压力和竞争了吧。如果朋友们你也是和我相同的想法，在评论下方留言，说你和我一样的，好不好？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呢？朋友们啊，石头最后也想问你们，如果像我这样子花费个好几十万，来到农村建这么一栋房子养老，换做你愿意吗？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